老是这样子动来动去，就让我很尴尬。然后，哎呦喂，今天的50问我们就是绕个远，就这边吗？想绕远路多讲一点。哎呦喂，然后今天的50问就是继续我们上一次的故事，就是我们做了兄弟之后，大家都很想知道，是谁先什么心动呀，然后谁先捅破那一层关系的呀，怎么发展的？就是给大家去分享这些故事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就是明确一个前提，就是我和弟弟在之前的那一年里真的就是纯兄弟，很纯的那种，就是真的都没有杂念。就接受这个设定，你才能够理解后面的故事为什么会那么的曲折。然后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吧，就是去年的5月20号的晚上，就是在这一晚上呢，弟弟可能就慢慢的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在这一段感情当中，不仅仅是依赖吧，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喜欢，甚至是想要，就是拥有，是不是啊？一点点吧，就占有欲。反正就那一天晚上嘛，然后他，想要我陪他，然后就陪他去了操场，我们就在操场坐了一个晚上，然后晚上他就是躺着，原本只是想正常的，对，正常的想在这一个节日有人陪着他。希望不要那么无聊，就陪着他，然后我就陪着他，然后两个人就去了操场就他就坐在躺在我的腿上嘛，然后我就摸他头，因为然后其实就是对于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的想法就是，不是我的幻想，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躺在我对象的腿上，在学校操场的草坪上，然后还有一点点那种晚间的音乐和晚风，是吧？他的幻想就是他能够在女生对高中那会儿躺在女生的腿上，然后舒舒服服的躺着。对。然后其实我也挺宠他的，我经常摸他头，然后之前我走路我都是抱着他，然后在路上就那会儿是纯兄弟，就完完全全不会觉得你们是情侣啊，然后很多东西不能做啊，就是因为是兄弟，所以就会觉得很大胆，就走路我都是抱着他走，然后反正就经常很亲密，就是行为是很亲密，但是又没有杂念。所以那一天的话，他在操场就是躺在我的腿上，我摸着他的头就躺了很久吧。然后可能那天晚上操场又有一些情侣，尤其是还有男生和男生情侣。不是我们，是我们在是他不是有男生和男生情侣啊？那个是不是啊？然后微微还注意到他们了。然后，而且那一天晚上还有，男生和男生表白，然后不是在我们西边操场，那个是在东边爱因斯坦广场，而且那个表白的人还是我以前同学的同学，我以前同学的现同学，他们全班还帮那个男生一起组织策划那一场表白，真的很浪漫。然后他们就一起在那个爱因斯坦广场，坐着，很浪漫。反正就这一天晚上吧，就各种因素就可能导致弟弟就觉得可能他意识到了有一点点变化。其实这个也是后来我们在一起之后复盘的时候才了解的。然后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，主要还是因为可能是真的就是因为要讲到弟弟当兵吧。我们现在到食堂了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给大家分享。然后今天还是来吃西亚食堂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弟弟当兵的这个经历和心理路程等等。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傻逼拿消费券就买这些东西，真是无语死了。嗨，今天是绿色的弟弟，还有白色的叶哥，你们看不到，不给你们看。吃饭。家人们，刚刚把这个吸管当成筷子了，拿了2双，拿了4根，有点傻了，人傻了。然后其实这个本来吃完烤肉，昨天自助烤肉，就和弟弟说明天一定要吃减脂餐。然后一到食堂，弟弟看着那些肉就走不动了。
减脂餐再往后延一延吧。反正之前也是弟弟，就是体重到了他自己都不能接受的程度，他自己自然而然就会去吃减脂餐。现在评论区还一大片夸他弟弟帅的胖的好可爱哦，弟弟怎么感觉肉多多的又不胖了？他看到这些他都不会觉得要减肥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刚刚那个故事，是讲了什么？讲到520那天晚上，反正就可能那天晚上的一些氛围啊，各种东西吧，就让弟弟慢慢的想，就是想要更深一步吧。这主要就是其实我很多东西我当下我是不知道的，也是在一起之后复盘，慢慢我才知道，他其实在3月份他就是已经确定去，他的是体检什么过了，资质也审核了，然后就去当了几天预备兵嘛。但是后来因为也是一些因素，就是他没有选上。是什么？是当预备兵啊，是因为当预备兵，就体检还是没有那么的合格。哦，对，弟弟可能就体检还是没有那么合格，去当预备兵。如果有人自愿退出，那他就可以去补上名额。然后这个讲弟弟当兵的话，主要是弟弟上了大学之后，感觉都不如意。对，一切不如意。他主要是高中一群人宠着他，围着他，然后有一群好兄弟、好朋友，然后高中就过得很快乐，很快乐吧。但是上了大学之后，可能就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那个，就关系都变得比较平淡，趋于平淡，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快乐。然后专业也学得不如意，他就想去通过当兵换一种环境。然后也可以当兵之后，会有20万的补贴吧，10几万的补贴，然后也有转专业的机会，也有保研的加分，保研考研的没有保研加分，考研的加分，就有很多福利嘛。他就想着，那就要不就去当一个兵，而且他自己也挺想保家卫国的。然后他又加入了军团的一个社团，然后经常在那去练习训练，所以他又挺想去的。但是后来因为3月份预备兵当兵没当成嘛，他又有点失落，然后回来就觉得更孤单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以为他就是去当兵就能够一去就成了，然后我对于他的想法就会觉得，虽然是我们做了很久1个学期的很好的兄弟，但是他一走2年肯定就物是人非了。我这2年肯定又要和新的朋友去建立新的关系，那肯定回来之后他就只能算是一个曾经的兄弟，就2年之后肯定不会再像当初一样就一起干什么，我肯定到时候会有自己新的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更好的兄弟等等等等。所以我在心里面已经能够接受他的，就是因为他的离开带来我们2个人关系的一个就是叫做什么疏远嘛，各种都能够接受的。但是没想到后来他一下没去成，他又回来了，真的是服了。我心里都已经接受他的离开了，就是对吧？你那会你还是很开心的送我走。对，那会我其实挺开心，因为他有点粘人嘛，然后他又能够奔向自己的理想，然后又有更好的未来。那一刻其实我是真的很祝福的。其实就像那一刻说的，就是说去成了我会很开心，但是弟弟会有点难过，因为他有我去了，我其实那会儿也挺开心的，我对当兵的欲望是很强啊，因为那会儿真的就是纯兄弟，对吧？对啊，然后就反正那会儿就是还是很开心的，就特别想去的。对，就看着自己我也挺开心的这2个人都挺开心的，但是他没去成，你们知道吗？就突然一下去当了几天预备兵又回来了，所以当回来之后他就可能就觉得大学就更孤单了，反正所以他就接下来2个月他就自己就越来越依赖我，但是我其实我就没有感觉到那么明显啊，我就觉得兄弟还是兄弟，就感觉他只不过是粘人了一点，所以可能一直到了520那个晚上吧，就量变引发的质变，在那一刻那个晚上就各种氛围的衬托呀，然后情绪的变化呀，他可能自己也想了很多，可能就突然意识到就是他想要更多。然后这个他不是在520当天跟我说的，他是520之后就是说好几天跟我说，他说
可能他想要更深一步，想要更多。那潜在意思就是他不想做兄弟了，他想做老婆。然后故事的话就先说到这吧，大家我要吃饭了，再不吃饭都被他吃完了。我怕被人骂，我觉得他们要骂我。然后因为今天这时长也有点够了，然后后面的其实因为还有很长很长的故事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之后再跟你们分享弟弟在这样子捅破了这一层窗子之后，我们发生了什么。然后其实跟大家预告一下，这后面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弟弟特别特别黑暗的一段时光。就现在弟弟提起这一段时光，他自己都会觉得特别难受，他特别不愿意回忆的时光。所以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嘛。弟弟，你会难受吗？起码现在是好的呀。对啊，起码现在是好的呀。哎，后面的情感之曲折你们难以想象。哎，下一次跟大家分享哦。哎呦，我这人嗓子特别不行，持续讲话的话嗓子就会痛。你们识相点就给我什么金嗓子的广告呀，胖什么的广告呀，胖大海都给我上门来。然后我们吃饭了。家人们，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这个人讲东西讲到一半，我怕你们打死我，然后我就飞快吃完饭，比弟弟还先吃完饭，然后过来有的下来吗？然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嘛，主要是刚刚这个讲着讲着嗓子也痛了，然后又想吃饭了，然后前面讲到哪？就讲到520。对，其实520当一天真的我都没有意识到，弟弟可能那方面是知道，我都觉得还就挺平常的。但其实那天520我又发了一个空间，发一条说，我拍了好多对情侣的照片，有男女，有男，有女，还有我和微微。我发了一个我忘了，反正我就发了一个空间嘛。我就觉得挺平常的一天，我就觉得陪着他挺好。对，可以相信爱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在华科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种的爱情，但其实那会儿我没有其他意思，我就挺想就是感慨一下华科的一些。玩挺干净的。但是微微可能会以为我在就是暗示他什么，但其实也没有，其实也是王宁那天就没有什么那个。还是之后的几天，就微微他就说，他说他想要在这段情感里面有更多的，但那个时候我以为是，手到擒来的，我以为我一说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就两个人就顺利的那个了。对啊，就如果就所以我让大家知道这个前提，就是我们两个真的把彼此是当兄弟这个前提，如果没有那个前提，真的可能就微微一说，然后一切就。不是，在我的世界里我们当了这么好的感情我们的感情基础是很深厚的呀。那我就说，你平常也 gay 的，那就应该是一拍即合。我是这样觉得但是其实真的，我认为兄弟就是兄弟，友情就是友情，爱情就是爱情。那这两个情感的层次就是。妈的，那会儿就是这种。对啊，我那会跟他讲道理了，我跟他分析道理，我告诉他，你友情就是友情，爱情就是爱情。你友情即使达到了一定高度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层高度达到爱情。那个层次里面的部分是不可以。对，你爱情里面的东西，你是不能够拿到友情里面来的，你想要更多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当时就跟微微讲道理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你一个从朋友变成爱情啊，然后。那会儿就当那么久的兄弟，你突然告诉我你喜欢我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。这是一方面原因，另一方面原因，我就深刻的判断了，我就是1年时间的对他的认识，我判断他是直的，我判断微微他是不喜欢男生，我不希望他走上这条路，我觉得他就是依赖，他不能因为依赖然后就去想要跟我在一起，然后就去在一起，所以我是很不希望他这样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就告诉微微说，你是男人，
我就告诉他你是男人，你是纯纯正正的男人，你不要去想那些，你不是那个群体，你对我的就是依赖，不是喜欢。我天天带着他，我给他讲道理，我跟他去分析，我分析他的那个情感状态，我告诉他他这个就是依赖，不是喜欢，你不要多想。但是微微的这个角度，他就觉得我在拒绝他，他就觉得自己长得那么帅，人又这么好，然后我喜欢你，你居然还不喜欢我，他就觉得很难受。就是有一点，对啊，对，他就觉得很打击。感情没有这么说。对啊，以前都是别人追他，好多人喜欢他，认到我这，然后反正他是怎么？他是先说想要更深一步，然后被我。就是带他去分析了一筐形式之后，他还是坚持不懈。之后他就更大胆了，他就每天都要在那说喜欢我，喜欢我。他说就是喜欢你。我告诉他你不是喜欢，你这就是依赖，我们就是兄弟。然后我越那样说，他就越说是喜欢我，喜欢我，喜欢我。他就是这样子，就坚持的说喜欢我。但是我就坚持的告诉他，这不是喜欢。一方面是我的确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兄弟。就是喜欢我，然后要去从兄弟情转为爱情。另一方面，我是真不希望他，我也不觉得我也不希望他变成这个，所以我就一直拒绝了他。反正这个持续了很久吧。那一段时间他就特别难受，他最讨厌听到的几个词就是兄弟、男人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那阵子最讨厌的几个词。不行，不要，对，反正他要说什么我都不行，而且那一段时间真的就因为这个，我还就是和他兄弟的那个关系都疏远了一点，就是我感觉冷暴力，他就觉得我有点冷暴力，我希望这个冷处理掉嘛，就是希望他不要有这方面想法，就能回归兄弟是好的，你兄弟你可以做那么久，一辈子的好兄弟，反正那一段就他觉得挺黑暗的。但是，反正那段时间微微特别黑暗吧。然后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吧。然后，之后的故事就估计就是微微如何，最后就是打动了我。这很长很长的一个过程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微微跟大家说拜拜。晚上不拍啊？应该不拍了，那一会儿再补拍一段嘛。一会儿再补拍一段。真的，我今天拿了4根吸管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无语死了。看一下我的这个傻瓜弟弟，我们领了那个湖北省那个消费券，然后超市满90减30，还有个满150减50，他就非要用，然后买的都是什么？买的都是饮料，知道吗？把什么饮料都买了一个遍，这不是想着我们平常吃饭用的。这个笨死了，买了这么多饮料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好了，我都烫屁股呢。然后快，你骑出来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记录就从这开始啦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，你先退出来，你把书包反背一下。笨死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掉不了。给大家看看这个衣冠不整的家伙，再看你的领子，穿什么样？这个双后吧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太大了。我们吃完饭啦，走。然后故事的话肯定要整片的分享嘛，我们下一次再给大家继续分享。今天的话我们可能倒是再拍一点点日常啊，混入其中。今天就到这啦。对啊，今天应该很长了，我都怕超过20分钟可能都有了。你讲的我口都干了。然后以后要多让弟弟开车，因为弟弟开车他起码还得注意一点路，然后不会那么猖狂的看帅哥。然后我开车的时候他就在后面攒劲的看。这一片蓝天呀，好爱呀，真的好好看。绿色衣服的少年和蓝色的天空，
哎，还有耳朵。因为大家报考华科的话，就会觉得这个学校很舒服，很舒服，然后就是很舒服，很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对，没文化。哎，别看叶哥文科生，我觉得帅哥好多呀。我走到后面，我就可以看帅哥，这舒服。好多，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是帅哥，看这个吧。然后这前面右边也有一个，太多了，而且华哥都是男的，所以难免这个基数大，帅哥肯定也就多。然后看这一片蓝天，哇，太帅了。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吧。